小姨，我不是故意要拿的，我是怕在路上万一有意外呢。荣华，你是去出嫁，不是去送死。你这般模样，让我跟你爹怎么放心让你跟着林静去凌虚阁？小姨，疼！不是故意想拿走的，我只是怕林静万一他们能用上呢。小姨，我不光拿了它，你快来看，我还带了其他值钱的东西呢。这一次出去啊，我特意带了一些娘家值钱的东西在身上。你可真是，你呀，真是个没良心的丫头。这还没进门呢，胳膊肘就往外拐了。那要是真嫁出去了，你还不得把小姨我、你爹、龙吟城都给忘了？小姨，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怎么可能会忘了你们呢？是吧？你呀，我本来带着是为了防身用的，没想到还真是派上了用场。之前没有告诉你，也是怕你会反对。我想赢这个比试，是因为我想在凌虚阁站稳脚跟，不想被他人另眼相看。让你受委屈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应该尽早察觉这一切才是的。我纳兰月发誓，以后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，我都会治好你的痕迹。你说了不算，拉钩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小心点啊，你的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呢。我这大半个月都在床上躺着，我都快闷死了。我看你呀，是好了伤疤忘了疼，以后你的活动范围只能在这个暖化居里。你也太残忍了吧！我不管啊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在你身子完全恢复之前，必须要听我的。这也太惨了。少阁主，能不能改善一下我的伙食啊？我这段时间天天都是喝苦的要命的汤药，还有清汤小粥果腹，我都快馋死了。我啊，是看出来了，你的确是老白那个家伙亲手调教出来的好徒弟。我师傅可说了，能吃会吃，能把吃的东西做出新的花样，这也是种本事。哦，是啊。来，瞧瞧。果然是少阁主有先见之明啊，一早就起床准备了这些东西。这是什么呀？少阁主知道你在阁中养病，无聊得很，所以特地为你准备的。哎呀，这个东西呢，让我来给你演示一下。来，看一看。这画的是我吧？脸一样圆哎，陆大哥，你看像不像？像极了。不如今日我俩就陪你在这儿捏捏面人，打发时间，如何？好啊。这个是爹爹，小姨，师傅捏胖了。润花，你是不是想家了？离开龙吟城后，我没想到会这么想他们。我这段时间老是做梦梦到他们，爹爹、小姨还有师傅，
梦到在龙吟城的点点滴滴，就连老和我吵架的阿姐，都梦到过他好几回呢。以后啊，只要你想家了，我就陪你回龙吟城小住上一段时间。好，你最好了。想不到灵虚阁的入口居然如此隐蔽，若是没有梅公子带路，恐怕我们还要在此耗费许多时日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灵虚阁的地界了，还真是戒备森严。灵虚阁不愧是江湖中最为神秘的存在。诸位，还请你们通报一声。龙吟城荣素前来拜访，人都已经在外面等候了。少阁主，你打算怎么应付？没想到啊，这个荣素会去找梅英，让梅英带他来这儿。看来这个荣素啊，对我们灵虚阁和梅家之间的关系早就心知肚明了。哎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人家代表龙吟城而来，而且他是荣化的家人。总不能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吧？是啊，怎么能让人家在外面干等着呢？咱们灵虚阁又不能失礼于人，你说是不是啊？那不然就直接请人入内吧。啊？就这么直接请人入内？那不然你要怎样？你还要八抬大轿给人抬进来啊？哎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人家好歹也不是一般人，不管。你总得想个办法。是啊，我们荣素小姐怎么能是一般人呢？不然怎么能入了我们大师尊的法眼？你说是不是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开这种玩笑？我们灵虚阁始终没在江湖露面，阁主一直要我们低调行事，是为了保存纳兰一家的秘密。我们阁中从来没有外人来过的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还开这种玩笑？荣化来灵虚阁也没多久。阁中弟子呢，始终对他心存芥蒂。这次荣素又是代表龙吟城前来，那势必也会让阁中的弟子加重这复仇的情绪，可能还会引起不小的波动。这样的话，荣素可能也会起疑心。这对荣化刚跟弟子建立起来的友谊啊，可能也非常不利。哎，既然如此，少阁主亲自前去。你是少阁主，你去最合适。你相信我啊！想都不要想，我怎么可能会去呢？这荣素这性格，我们完全话不投机，或许我们连八字都不合。虽然他在龙吟城的时候啊，最后对我选择出手相助，但他这个性格，反正这个任务还是只有你能胜任了。我？你身为灵虚阁少阁主，这种事情岂能置身事外啊？这是一码事归一码事啊！如果现在是荣化的事情，那所有的事情都由我纳兰月担着。可现在人家是荣素啊，荣素是谁的心上人呢？这件事就由谁来担着？你说是不是？反正我是不去。行啊，不去是吧？不去，我有的是办法将人支走。而且咱们俩还都不用抛头露面。这到时候啊，人家因为你这闭门不见而伤心难过的离开，哎呀，该有多难受，我心痛。不是哥，你就一点都不想念人家吗？哎，如果你真的闭门不见人家，人家伤心难过的走了，你对他这个思念之情，你自己怎么解决呢？哎，这个时候做弟弟的跟你说一句啊，可能感情方面啊，你比弟弟差一点。如果现在你肯迈出去那一步，哪怕一步啊，或许这个整个事情啊就峰回路转了，一点都跟之前不一样。哥，你还真有迎难而上的精神啊！怪不得你会选择荣素这样具有挑战性的姑娘。
这也是从小到大处处被你坑害所逼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哦，好像有点关系。没想到阔别数日，容大小姐竟会亲自前来灵虚阁。陆某倒还有些意外。此番我是前来探望容化，她独自一人前来灵虚阁，城主不放心，便让我前来看看她是否安好。容大小姐与二小姐真是姐妹情深，还望容城主放心，容二小姐将会成为我们灵虚阁的少主夫人，全阁上下定会好生照料。那我与容化，灵虚阁外有处僻静之地，是专门设来款待宾客之用，还望容大小姐移步前往，将就休息几日。我不过是来探望她，却被你们相拒千里之外，难道这就是灵虚阁的待客之道？你们阁主就不怕有失体面吗？容大小姐切莫误会，我们只是为了方便招待，并无他意。我们龙吟城与你们灵虚阁结亲，若是连坦诚相见都做不到，那这门婚事，城主又如何能放心？是我约阿姐在外见面的。容化，灵虚阁戒备森严，不太方便说梯级话，所以我就约阿姐来这儿见面了。灵虚阁确实规矩甚多，既然两家都要结亲了，倒不如各退一步。来人，立即前去准备客房。是。阿姐随我来吧。娘，你这几日都去哪儿了？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留下来啊？遇到了个故人，叙叙旧，耽误了回城的时间。没想到，容化这丫头竟然会护着灵虚阁。容素此次前来，说是探望，其实是想打探我们灵虚阁的虚实。我本以为无论如何都会小动干戈，但竟然被容化这姑娘一语给化解了。她能出面与容素相见，也摆明了是我们灵虚阁之人的立场。这对她来说实属不易啊！哎，娘，孩儿早就说过了，容化这个姑娘啊，人又好又善良。你要是了解她之后，会跟孩儿一样喜欢她的。来，这倒与她娘有几分相像。只是那个容素，像极了荣敬凤。荣敬，娘，你没事吧？无妨。我只是在想，容素此次前来，并不好打发。如果让荣敬风知道我就是灵虚阁阁主，只怕江湖上又会掀起不小的血雨腥风。所以我们眼下要做的，既要稳住容素，又要巩固我们灵虚阁的实力。我担心的是这个赤华珠已经被毁了，整个寒冬啊，龙吟城都不会送出来解药了。这样的话，那娘您的身体不就……解药之事言之尚早，不必担忧。对了，我听闻容化这丫头打小身染寒疾，与我的病症倒有几分相似。等她回来，你叫她过来，我有话对她说。知道了，娘。娘，我看您身体不是很舒服，不然我先扶您回房间休息吧。娘，这苍七不是一直都跟随着您吗？怎么这次没看见他回来的身影啊？我让他去办点事，不日便会赶回。夫人交代，由你暂代家主一职，希望你能带领纳兰一家，暂且在此隐蔽。夫人希望在灵虚阁外保存你们的实力，日后
能助少阁主一臂之力。纳兰月，他根本就不值得我们纳兰家为他效忠。夫人之令，岂容你违抗？我等虽藏匿于北荒，但对中原之事也了如指掌。纳兰月先前混入了龙吟城，原本有很大的机会夺回赤华珠，可他什么也没有做。他轻纵了诗姬，丝毫没有愧疚之心，竟然还要迎娶荣景风之女，简直是荒唐！这些年，我们流离失所，风餐露宿，靠的就是这股执念，我们才坚持活了下来。我们纳兰一家所受之苦，皆是为了夺回赤华珠。不达此志，枉为纳兰家。你说这恨，我何尝不懂。赤华珠必要夺回，但此事绝非朝夕可成。先前少阁主去龙吟城，是替夫人寻找解药，他隐瞒身份，是因不想打草惊蛇。不用替他解释了。无论如何，我们都会忠于夫人。但纳兰月要是执意迎娶那姓荣的女人为妻，我们纳兰一家就容不下他这个叛徒。少阁主的为人你们不了解，但我相信他。今日我受夫人之命，将你们安顿此地。中原不比北荒，你们切记低调行事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别让阁主为难。知道了。可有发现什么？随林若寒一起赶赴北荒的灵教弟子全部遇害，而且他们应该是死于林若寒之手。怎么会这样？从现场的打斗痕迹来看，灵教弟子死前毫无防备，瞬间毙命。我想，他应是想护下什么人，不得已才灭口。林若寒明知这么做会引起师父的怀疑，却还是选择动手。什么人对他如此重要？他究竟有何事隐瞒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不过，灵教驻扎于北荒的分部，现在看来防备措施有所疏漏。若是下回灵虚阁与龙吟城再派人前来，恐怕会对明尊不利。我们必须设法尽快转移。哎，夫人，师姐违逆之事，能否先别告知师父？其实我在师父身边这么多年，他对于荣敬风和林若寒的背叛，并不像表面那般毫不在意。他越不在意，只能说明他心里越恨。眼下他们师徒二人关系好不容易才缓解，我不想因为此事再生嫌隙。猪脑子！此事终究是瞒不住的。林若寒的势力今非昔比，你今日若纵容了此事，无疑是给灵教留下隐患。夫人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不过眼下需要瞒过师父一事。就说随同弟子在外受到伏击，全军覆没，师姐竭力逃脱，但也因此受了伤。哎，或许此事可以推到荣肃的头上。你这向来最怕的就是你师父，如今为了林若寒不惜欺瞒明尊，你难道心中对他……绝对没有。我怎么能对师姐还有非分之想？夫人多虑了。我管不捉自从有了夫人，早已知足。若夫人不信，我可以发誓，我从始至终只有夫人一人。我不过是随口一问，你紧张什么？我不是紧张，只是眼下师父和师姐之间再生猜忌，双方争斗，只怕会趁了荣敬风的心。夫人想想，会在北荒出现，又让师姐不顾一切想要护下，会是何人？我
我怀疑是纳兰一家。纳兰一家？师父和纳兰一家有着纠葛不清的渊源，恐怕一时难以理清。眼下都是推测，并无证据。若将此事贸然告知，只怕会更加麻烦。行吧，此事我可以暂且保密，但是你必须提醒林若涵，千万别让明尊起疑。怎么样了？我暂时将阿姐稳住了，她答应在灵虚阁外先住下。这次多亏了你出面化解，否则陆一舟那个呆瓜都不知道该怎么应对。阿姐的性格我十分了解，她不达到目的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我猜她此番前来一定是和赤华珠有关。之前阁主并未服用解药就能安然度过危机，此番花海尽毁，爹爹一定是派他前来调查其中的秘密。若真是这样，此事还有点棘手啊。是啊，赤华珠的种子尚未培育成功，阿姐又势在必行，可谓是内忧外患。我虽拖得了她一时，可终究不是办法。你就别担心了，之前什么样的难关我们没有遇到过，况且现在不是在灵虚阁的地盘吗？我们不想让荣苏知道的，自然有办法隐下。荣苏越是心急，越证明龙吟城当下的麻烦越不容易解决。此番你爹不惜涉险，也要上灵虚阁讨教解毒之法，一定是为了龙吟城在年末的危机做打算。现在花海被毁，各大武林门派都在等着求药呢。我爹一定是别无他法，才会派阿姐来这儿的。赤华珠反噬未能及时服药的话，必死无疑。到时候龙吟城变成了众矢之的了。这不仅仅是龙吟城的危机啊，也跟我娘的性命息息相关。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此事的办法才行。哦，对了，我娘说你回来之后去房间找她一下，她有事情要跟你说。别担心了，我陪你一起去。娘，花儿回来了。来，听纳兰月说，夫人在回途中感染了风寒，我熬了些姜茶，可以去去寒气。夫人身子虚弱，赤华珠反噬之毒令人痛不欲生，夫人定是忍受了非人的痛苦，才熬了过来。我听说你们此番回来，因为荣化这丫头是荣敬风之女的身份，遭到阁内弟子不少的为难。若你坚持以后要跟月儿在一起，这种事情都处理不好，难道事事都要月儿替你出头吗？哎呀，娘，您这话说的……我知道，此事是荣化姑娘自己化解了危机，但以后这种事情，你越少插手越好。哎，娘，这种事……我相信，以荣化姑娘的能力，可以化解这种琐碎之事。你处处护之，只会适得其反。夫人的教导，花儿一定谨记。最近阁内饮食相较之前大有改进。我相信，就算弟子们嘴上不说，但是未必不会感受到你的心意。之前月儿教你的武功，只适合常人所练。这本心法是我针对韩正所创，比他教你的高深得多。
日后让月儿多加指导，定能有所小成。人在江湖，若是没有一技之长，只会处处受限。多谢夫人。花儿没想到夫人能这么快接纳我，还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该说什么。过去是荣敬风对我不义，你母亲却是一个极讲情义之人，你像极了你的母亲。当年我和我夫君也是多亏你母亲相助，只是其中的根珠牵连，终难一言以蔽之。若是夫人信得过的话，我愿意精研医术医治夫人的顽疾。若是我和纳兰月联手，说不定还能找到赤华州的解药来。不必了，你们两个的心意我心领了。只是你若接下此重任，一旦失败，你在阁中的位置就会更加难处。哎呀，娘，您就放心让花儿试一试吧。比起您的身体，外面那些反对的声音根本就不足挂齿，咱们一定不能因此而退缩的。夫人，我出生时娘亲就过世了，我从未见过她，也从未体会过母亲的照顾和关心。夫人如此待我，我感激不尽。日后我一定将您视为自己的母亲一般，好好孝顺你。林静混入龙吟城，分明是刻意隐瞒欺骗，你却执意为了他舍下龙吟城的一切背井离乡，这么做当真值得吗？或许我的决定让爹爹和阿姐担心了，但是我现在真的很幸福。我不想想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，只想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。阿姐，你可曾想过，心中憧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？龙吟城中大小事务皆由我处理，何来闲工夫去想这些？对了，我来此已有多时，怎么不见林静出来一叙？他为何没有陪着你？他和陆大哥要给你一个惊喜，现在应该在准备呢，让我们在这儿等候。我和你不同，你从小就贪玩，我又不喜欢这些小孩子的玩意儿。阿姐，那是陆大哥的一片心意，你先看看再说嘛。花儿，来啦，东西带来了吗？当然了，你交代的事情，我自然一样都不会落下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保证万无一失。你们究竟在搞什么名堂？阿姐，你快看，这些都是龙吟城中之人。对啊，这是他们想的主意，可以一解相思，而且还可以填饱肚子哦。这种把戏，也亏你们想得出来。哎，我记得上次啊，陆一舟可是一把就把荣所给抢过来，一口就吃了个精光，吃的那叫一个……你胡说什么呀？没错，我也看到了，而且光挑阿姐的面人吃呢。阿姐，你快尝尝嘛，真的很好吃。对了，陆大哥，阿姐刚来，你是不是得做几道佳肴给阿姐尝尝呀？是啊，花儿说的没错。我们赶紧去准备食材吧。是。我们先走了啊。你们整日这样打闹，就打算这么装疯卖傻下去吗？姑娘此言何意啊？你们究竟何时才会安排我入灵虚阁？难道我们认真生活的模样，在姑娘眼里就是装疯卖傻吗？小笨蛋！你不觉得你小妹在这里生活非常愉悦吗？江湖之外，还有很多美好的事情，值得你去追寻。
难道你不曾想过无拘无束的生活吗？你要干什么？带你去看江湖之外更美的景色，那些美更值得你去追寻。听闻啊，这山后有个村落，是一个世外桃源。那边的人一生与世无争，他们仅需一亩田、一头牛，便可以度过一生。人呐，活着有千万种方式。其实，有时候简单，却更容易收获到幸福。但往往放下，才最不易做到，不是吗？你叫我过来，就只是为了跟我说这些？难道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我想要的，是你陪在我身边。上次在龙吟城时，我就说过我会在此地等你，没想到等着等着，你就出现了。我不奢求什么，我只希望你留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。若是我不答应，那我便会隔三差五厚着脸皮再问你一次，直到你答应我为止。荣华他顺从自己内心，选择他想要的生活。你为何要将龙城重担都挂在自己的肩上？你可问过自己，这些名士权贵，都是你想要的吗？若是我一直拒绝，你会怎么办？你不必急着给我答案，至少让我在这几日抱有期待吧。荣素，你并非孤单一人，你还有我。每当你孤单之时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温暖的臂弯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你需要我便都会在。如果你更贪心一点，我还可以。荣素，我真的好想你。我自从离开龙吟城，我无时不刻都在想你。若是可以的话，除了龙吟城以外，你把我当做一个选择吧。好。你们倒是会算计，荣家的2个女儿，都让你们凌虚阁收去，那龙吟城岂不是太没面子？这说的也是。那倒不如我被龙吟城收服，这样是不是扯平了？荣素，如果你这时心中已有答案，就别回龙吟城了吧。这么多年来，我未曾求得过的平静，就会如此安心。锦雀不在，否则也不会叫你来。这小雪盟中除了你以外，也没有几个能用得顺手的。原来先前出入我们小雪盟的神秘之人，竟是明尊，是琉璃疏忽了。你很机灵，该装傻时绝对不会耍小聪明。不过我眼下有一件事情要让你去办，不知你能否胜任？明尊有何要求，尽管吩咐便是。这小雪盟是江湖中传递消息的重要之地，那江湖上的重要消息，也该由小雪盟传播出去。你能做到滴水不漏吗？这打探消息尚且还需费些精力，可要散播消息，就轻而易举了。不知明尊要散播的是何消息？我就是见不得荣静峰有安心的日子过。我要让全江湖的人都知道，龙吟城赤华珠被毁，往后
再无解药可施。我倒是要看看荣靖峰该如何收场。明尊放心，琉璃定会将此事办妥。待盟主回来，这江湖必定乱作一团。琉璃告退。荣素是你喜欢之人。哎，别！荣素这个性格以后有你受的，你要包容他一辈子呢。他这个臭脾气啊，呼风唤雨的，一会儿晴天，一会儿阴天的。看他哪天不高兴了，卸你条胳膊，卸你条腿，等着吧你。我问你话了吗？难道你比一周更了解荣素？娘，了解一周那就是我了，我这是担心呢，娘。娘，你是有所不知啊。上一次我们在龙吟城的时候啊，这个荣素平日里不苟言笑，行事手段高明，他想达成的事没有做不到的。你说这么心狠手辣的一个人，我们家这么温顺的一周，怎么能驾驭得了呢？你说是吧？你们俩打小一起长大，什么样的性格我最了解。一周看待事情比你冷静多了，他认准的人，跟你一样是不会更改的。还是夫人了解一周。你是不是以为我不同意你跟荣素姑娘在一起？毕竟她是空祠堂堂主，本身不比荣华，夫人有所顾虑，也是理所当然。只是我没想到夫人会成全我，反而处处阻挠我的，却是少阁主。我这哪是阻挠，我是担心你啊！我希望你下半辈子幸福啊，哥！你怎么不领情呢你？在我心里，你跟月儿是一样的，早就视你为亲生儿子一般。我怎么会处处偏袒月儿，而阻碍你去追求幸福呢？把荣素姑娘带来，我也很想看看她。可夫人的身份，我只怕荣姑娘她会发现端倪。娘，这个我不同意啊！荣素本来就生性多疑，这次她来凌虚阁，说不定就是为了来调查我们的。我不同意。若此事会影响到夫人的安危，我宁可不让她过来了。不妨事。荣素姑娘跟我素未见面，再加上现在在凌虚阁，应该不会有事的。若是我们凌虚阁一直遮遮掩掩，倒会引人怀疑。若是你们还担心，等荣素姑娘来的时候，把眼睛蒙上便可。娘，你光蒙她眼睛有什么用啊？荣素那个人，她，哎呀，万一你要是做好防备，就不会有万一。毕竟是一周看上的姑娘，我怎么样也要以长辈的身份替她把把关。多谢夫人成全。月儿有一句话说得对，我不该把上辈子的恩怨牵扯到你们身上。我前半辈子都是在仇恨中度过的，不应该阻碍你们追求幸福的权利。你们在乎的应该是未来，而不是过往。夫人，娘，不妨事。苍崎见过夫人，夫人交代的事，我已办妥。一周，你去安排一下，让荣素姑娘前来一见。是。娘，我呢？哎，不是哥，我就纳闷儿，你到底喜欢荣素什么呀？荣素这个人啊，既不可爱，也不温柔，阴险狡诈，狠毒冷酷啊！为了这么一个人离开凌虚阁，你值得吗？同样的问题，你怎么不去问问你们家荣华？太哥，这完全不一样啊！我们家荣华那是嫁到我们凌虚阁来的，你现在是嫁到大老远那个龙吟城。我也没有其他的意思啊，我就是觉得我们这分开的日子来得太快了。我也幻想过，等到我们以后啊年长了，白发苍苍，子孙满堂，还能坐在一起喝杯茶，聊聊以前的事情，多幸福啊！哎呀，
现在这突然要分开了，想想这心里还真挺舍不得。喂，你心里难道就没有一点感情想要抒发一下吗？你对我们之间的兄弟情感也太淡薄了吧？淡薄？你现在觉得我淡薄了啊？你当初离家出走时，你可曾想过我的感受？离家出走时，你这个兄弟，我也没看到有一丝的不是。当时那是事出有因，我是有归期的。归期？你何来归期啊？当初你去龙云城当生字堂堂主时，你曾想过归期？你就没想过有回不来的可能？我吉人自有天相，那我就是为爱奋不顾身。行，你自己选择，你自己后悔去吧。